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来各位，我们今天的活动比较特别哈。今天虽然是我们终结者的RC 直播课，但今天我们有特别开放，好，就是同步直播到 YouTube 上面这样子。哦，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同学看到我们终结者的解题的方法，哦，就是怎么去解RC 题目的思路。好，那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终结者直播课跟一般的课程的区别，这样子。好。在一般的 Dustin 的课程或者是网络上分享的影片里面呢，我们通常是针对某一种解题技巧去深化、去讲解。那我们会针对那个解题技巧去拿各种不同的题目，然后只为了去示范那个技巧是如何去操作，对不对？好，那当然这个是有助于我们学习一个观念，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另外一种的思路。另外一种的思路叫做，我们直接拿一篇完整的文章去模拟实战解题，用上 Dustin 所开发的各种技巧，然后并且我们在解题过程中要随时去注意，在实战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它有哪些陷阱。这些陷阱在实战中我们要如何在时间压力之下去应对，策略是什么，以及平常练习的时候需要做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避免让自己掉入这个陷阱。好，所以等一下我们都会来去用这几个方面去做解析。OK，好，所以请各位要开始准备喽，好不好？好，就是我们等一下的解析不会是以翻译文章，好，因为我相信现在所有的 AI 翻译的文章都翻译的非常好，你能理解。但是我相信你从 AI 那边学不到的东西叫做，如果你是一个人类，你在考场上你有人类的遇到的时间压力、心理压力、能力的这个缺失，你要怎么样在时间压力之下做出人类能做的最好的决策？这样子，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课的意义哦，好不好？好，那各位，我们现在来看这道题目了。好，来，首先这一道题目呢，我们上课有讲过，哦，当你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一篇文章，你的直觉不是直接下去读它，而是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请你先看一下右上角的倒数计时的时钟。好，我们说在考试的时候，如果这篇文章是前1/3，那么我们可以给它的时间是3题整个题组6分钟，6分半钟，好，4题8分钟，8分半钟，OK，到最后8分半钟，这是前1/3。好，如果是中间1/3的话，就是3题6分钟，4题8分钟。好，如果是最后1/3的话呢，甚至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等一下，如果有一些题目你感觉上你做对的几率不高，看的不是很懂，你可以提前的把它放掉。OK，所以一开始你要做的事情是先看一下右上角的时间，比如说他写的是18分钟20秒好了，你就要心里面马上去做一个计算，18分钟的6分钟之后是几分钟？因为它是倒数计时嘛，所以是12分，对吧？12分20秒的时候，这个题数要结束3题。好，然后呢，那个10分20秒的时候4题要结束。好，用这种方式，好，因为考试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个倒数计时的时钟，所以你无法去做每一题的计算，对吧？好，那你要做精算的话，就是你要在进那个题目一开始就要把那个时间的 time stamp 先记录下来，这样子。OK，好，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看文章要注意3个层面。好，第一个叫做文章的长度是不是你能负担的？OK，好，第二个叫做这篇文章它的领域是不是你熟悉的？第三个叫做这篇文章它出现的地方，你是不是已经感受到时间的压力？这3个要素如果有2个是有利于你，比如说文章简单又不长，那我们看文章就可以放宽心，用平常的看一般英文文章的方式去读。好，但如果有2个以上不利于你的话，那我们看的时候就要用到等一下会讲到的方法，就是我们重点是以抓文章的主轴架构流向为原则，而不会把重点过多的放在记忆细节之中。OK，好，那你看像这篇文章，它的文章长度其实算是蛮长的，在考试中它应该已经快要到排满一个卷轴了。哦，然后呢，这篇文章它第一句话看上去也不是在讲什么商业现代，它应该在讲的是动物的这个行为，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属于比较偏科学类的文章。好，所以结合这2个不利因素加在一起，我们决定看文章的时候，重点不要放在搞懂每一个细节，重点放在抓住主轴架构、主轴态度之上，好不好？OK，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看文章要怎么去看呢？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部分。好了，接下来我在讲的时候就不会去做逐句的翻译哦。好，我们会把重点放在说你在考试的时候看的时候，你应该读出什么重点来。
好，首先第一句话他说，A stoat bear, an insect-eating animal native to Nepal, exhibit only one behavior that is truly distinct from that of other bear species。来，各位可以注意到，这边第一句话还有提到的区别，对不对？好，提到区别有两种意义，你要想到第一个，我们上课有讲到，在我们课程的第4章，说文章里面任何地方只要提到的差异或比较，你就要小心，等一下会有 supporting idea 题，可能会考你这个地方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对不对？这种熊跟其他种的熊到底有什么差异？OK，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不一样，提到的差异，它可能就是要去引出一个现象，就是很像我们看到文章一开始就讲 surprising phenomenon, unexpected of finding，不一样的东西有差异，那我们可能就要去知道这个差异为何而来。好，所以我们看每一句话都会分成2个维度来看。第一个维度是这句话本身的内容可能会联想什么的题目，第二个维度是这句话它能不能让你去猜出这篇文章可能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哦，一个维度是方便你等一下来定位，另外一个维度是方便你等一下去吸收更多的资讯的时候不会散掉。OK，好，所以像这个地方的，我们可以预测这篇文章有可能就是要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行为，这是一种。但是各位要注意，我们上课有讲过，你去预测主题，你不能过于武断，因为你文章才刚开始，对不对？所以你预测主题可以去想各种不同的方向，比如说，有可能我这篇文章只是我要当成是纯 presentation，我们上课有讲过，最基本的架构叫纯介绍性的文章，就是我跟你介绍完这个行为，我没有要去找原因，我没有要去找解释我没有要干嘛，我纯粹给你讲故事，这是一种，对不对？那也有可能今天我不是要纯粹跟你讲介绍，我要有一些想法出来，那这个想法就有可能是什么？第一种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特别的现象，对吧？好，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是，那这个特别现象造成了什么影响？那这就是我的推测嘛，要么就是找原因、找解释，要么就是去做未来的推测，对吧？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知道这篇文章就是3种走向：一种纯介绍，另外一种是不是纯介绍，但是跟你讲为什么会有这个不一样的行为；第三种是跟你猜测不一样的行为，它可能未来会造就什么样的后果，对吧？好，那你要平常的练习的时候就要去做到这件事，就是你不是只是满足于这句话的内容，你是要去进一步的去想这句话后面还要再去连什么东西。也就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只是当下把它看完，我们也会去预测剧情的走向。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在考试中你才能在时间压力之下突破 RC，好不好？好，所以这句话本身看完之后，他说懒熊一种独特的行为哦，他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去背小孩，对不对？好，背他们的这个小熊然后呢，直到小熊9个月之前都在背这样子。好，那就算小熊其实6个月的时候就能走了，他还是继续背到9个月。哎，你看哦，这个地方的语气说，就算小熊6个月就可以自己走路，还是继续背，他是不是慢慢变成好像不是只是跟你介绍故事，对不对？他的语气有点像是觉得这东西不太合理的，对不对？像是说，哎，明明人家6个月就走了，为什么还要当妈宝给他背到9个月？好，所以呢，你可以慢慢的去预测说，这边有可能等一下重点这篇文章叫做去解释为什么明明可以走路了，结果还是要给妈妈背，对吧？好，那当你发现你猜出这篇文章主题的时候，那事情就好办了。等一下，只要连到这个主题的资讯，连到这个主题的观点，都是你速度应该变慢的地方。哎，像我们现在在猜这篇文章，现在看到的语气，非常有可能他在讲这件事是不合理的，这件事是很奇怪的，明明就是有可以自己走路，为什么还要给妈妈背，对不对？好，那等一下只要有句子、有观点，尝试要去解释、回答这个主题，那就会是我们速度要放慢的地方。OK，好，我们接下来看，Hop carrying also occurs among some other animals, which is ant-eating，就是食蚁兽，对不对？好，因此，这边你看速度就要放慢了，有没有看到？这就是重点句了，有没有看到？我们为什么知道它重点句？不是因为还有 explanation 这个字，也不是因为还有 therefore 这个字，而是因为我们刚刚预测这篇文章的主题叫做去解释为什么有这个行为，对吧？那现在我们终于看到解释出现，所以速度就要放慢了。所以这边出现的是 argument one 第一个解释。好，帮你写一下。他说其中第一个解释呢是说top carrying is necessitated by macrophagy, since macrophagy entails a low metabolic rate and a high energy expenditure in walking between food patches.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会吃蚂蚁。好，虽然这个字我知道这是在高难度题目里面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说会遇到一些专有名词你看的不是很懂，但各位居妹真的没有要去去考倒你，只要专有名词这个东西很重要不是只是昙花一现，它可能是贯穿文章的重要概念，它都会提前帮你去做好注释，对吧？所以像这个地方还要帮你去做好注释，说这个东西叫失忆，所以失忆的行为。他说有可能今天背小孩是因为他们会吃蚂蚁，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去吃蚂蚁这件事，是代谢会是比较低的，然后呢，你可能会耗能比较高，对不对？因为你要一直去找蚂蚁，一直去找蚂蚁，你要一直去走路，你吃到的蚂蚁热量低，但是你找蚂蚁的又耗能高，这是热量就透支了，不划算了嘛，对不对？对吧？所以呢，这个可能才需要妈妈去背，对不对？因为体力耗竭这样子。好，however, although polar bears' locomotion is similarly inefficient，但是，有没有看到这边语气出现 however，速度就要放慢了。我们上课有讲过，不要盲信关键词。however 这个字，它虽然是转折词，但是呢，它的出现不一定是态度的变化。你要做的反应不是立刻就觉得它是第二态度，而是你要速度放慢，看清楚后面的资讯到底在内容上有没有去反驳前面的资讯。所以我们刚刚前面的内容是认为，为什么这个行为会出现？为什么明明可以自己走路还要妈妈背？是因为他们吃蚂蚁这件事情非常的耗体力，对吧？所以才需要有人帮忙背。好，但是来我们看后面这个句子，但是尽管Polar Bear 他们的确就是有另外一种熊，注意我这边换另外一种熊。好，北极熊它也是一样，那个能量运用就是移动的时候很没有效率，人家也是一样耗能。可是北极熊就没有在给妈妈背啦，北极熊就直接跟妈妈一起走路，不是给妈妈背？所以呢，这个地方它干嘛？语气上有没有反驳？有反驳咯。因为你刚刚说是耗能才给妈妈背嘛。那我跟你讲，另外一种熊跟你一样耗能，那人家就比较独立所以你不能用这个当理由，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说它就不是 argument one，它就是 evaluation one，它就是去反驳前面的 argument。OK，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那你可以发现说，文章一开始就马上出现了一个观点跟反驳，后面还有第二段，所以你可以合理预期，有可能等一下会出现另外一个观点，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看文章的预测就是这样，就是说你随时要去侦测现在文章走到什么样的剧情，并且你要根据这个剧情跟文章后面的篇幅去猜测，按照 Gmail 的惯常写法，就是我们上课介绍的惯常写法，文章后面还会出现什么东西，对吧？好，所以你看到按照 Gmail 的惯常写法，他一开始就提出一个解释，并且把这个解释驳倒了。那文章后面还没有结束啊，所以文章后面有可能一直骂到结尾吗？不太可能，对不对？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我们给出别的解释，对吧？所以等一下你就知道下一个你需要速度放慢的地方，就是等第二个解释出来，这样是不是就是完全的顺理成章，对吧？虽然我现在讲是比较慢，一步一步讲，但你在考试的时候这些反应都是要瞬间。那你要怎么做到瞬间？你就平常练习抓架构，检讨的时候重点不是放在看懂故事内容，而是放在这句话到底跟前面的作用是什么？前面哪些资讯可以让你去预测这句话？这是你平常练习需要做的基本功，好不好？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句子。Furthermore, the daily movement of sloth bear and American bred bears, which are similar in size to sloth bears and have similar size home ranges。有另外几种熊啊，比如说像是美国黑熊，人家的这个 size 跟你差不多，身体大小跟你差不多，然后人家活动的范围跟你差不多，对不对？然后呢，人家就是这个行走的速度，行走的这个距离也跟你差不多，那代表什么意思？你看，人家都可以自己走路了，那理论上来讲，你也要可以自己走路，对不对？所以他最后就要暗示说，我们把跟你一样的熊，跟你类似状况的熊拿来一起比较，人家都很独立啊，就你最妈宝，对不对？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它也是拿别种熊，条件一样的熊来去反驳，说你这个熊就是为什么不能自己走路这样子，对吧？好，那我们看完第一段之后，来这边有一个小停顿。在考试的时候，我也非常建议大家每看完一段都要停顿5到10秒。这个时间不算浪费。为什么？这个时间是要让你做一个习惯，就是你要想象，如果这篇文章它有一个 subtitle，它有一个副标题，
你会怎么样帮他下这个副标题？也就是这个段落了。好，我会认为我会怎么下副标题呢？这个段落的副标题叫做"为什么 S 这种熊会当妈宝？哦，是因为吃蚂蚁吗？好像不太是，对不对？好，这样的概念。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好，那当然根据第一段，我们知道第一段的架构就是说有提出了一个解释，现象一个解释，并且反驳嘛。那我们就可以合理的预期，第二段应该不太会一直反驳了，因为这样骂太凶了，你知道吗？就是没什么梗可以骂了，所以最有可能第二段会像上课讲的一样，提出另外一个替代的观点。好，好，你看哦，马上就出现了，对不对？好不好？当今天我们预测的资讯对到的时候，那么速度就一定要放慢了啊？为什么？因为这就有可能是文章的中心观点句。好，那我们看内容讲什么？有另外一个替代的解释是，为了去防御捕食、防御天敌。OK，好，他说，Black bear cubs use trees for defense。哦，他们靠爬树来防御，对不对？哦，但是呢，来看哦，brown bears and polar bears, which regularly inhabit treeless environment, rely on aggression to protect their cubs。但是另外两种熊，brown bear 跟 polar bear，它们呢都是住在没有树的地方，所以他们要靠什么？要靠侵略来防御，意思就是要装凶啊，你知道吗？aggressive 的意思就是那种很侵略性的，对不对？但它不一定是真正的侵略，它也可以是指那种侵略的态度。所以这边你可以理解，一种熊是靠爬树来防御，另外一种熊是靠什么？虚张声势、装凶来防御。好，那当然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whereas，所以它有可能你等一下也会考你这两种熊的这个防御策略的区别是什么。好，所以如果你害怕 supporting idea 的时候，这边就要特别注意，文章里面所有的比较都要注意了。OK，好，好，那接下来他说like brown bears and polar bears, and unlike other M mammals, which are noted for their passivity。好，来，你可能会说 Dustin，他怎么一直在比较？那而且他比的还不是一两个，他比好几种动物，sloth bear、red bear，哦，polar bears。然后呢，他比的又不是只有一项两项，他还比好几个维度，比如说你是怎么去防御的哦，然后比如说就是这个地方哦，它到底会不会去侵略，对不对？那我如果记不起来怎么办？来，各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你真的不需要把它全部记起来，你只要记得位置在哪里，等一下考到比较的时候回来看就可以了。如果你现在想说我要不要记个笔记啊，或者我要不要哪里死记，这样反而会浪费时间。为什么？因为等一下如果没有考到这个细节，你是不是就白白的卡在这边？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位置记下来，之后需要再回来去找。OK，那当然你能看懂，能当下顺着短期记忆放进去是最好。但如果你记不起来，也不用强迫自己，就这么简单。OK，好，所以他这边讲说，哦，这是 slow bear，像这种懒熊啊，跟棕熊或北极熊一样，好，但它跟其他的食蚁熊不太一样，好，就是它们呢也很容易就是很凶，OK，好，然后呢，它们也有什么？它们也有就是那个牙齿哦，某一种特殊的牙齿哦，就是那个犬齿。然后呢，这种牙齿呢，在它们打架的时候呢，特别有用，比起它们去觅食，这个牙齿是专门用来打架的，这样子。OK，好，所以这句话的暗示是什么？懒熊呢，它们其实比较靠打架来去抵御天敌，对不对？好，好，然后呢，再来，like brown bears and polar bears, those bears may have evolved in an environment with few trees。他说，我们这种就是懒熊啊，其实跟刚刚讲的两种熊一样，其实他们也是在没有树的地方演化。它暗示的是什么？它可能不能靠爬树嘛，所以它暗示的是，你看到这种熊又凶，然后这种熊住的地方又不能爬树跑，然后这种熊它的牙齿又是尖牙哦，又那个又比较适合去打架，所以它暗示的是这种熊非常适合去跟别人打架来做防御，对不对？对吧？好，好，那你说 Dustin 这个地方有贴了不同种熊，我要怎么去记？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真的不需要特别去记，知道等一下考到比较之后回来看就好了。当下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真的看不懂，你至少要知道这一大段的作用是干嘛的。注意哦，讲作用不是讲内容哦，它的作用它放在 explanation 后面，所以它的作用应该是在去当这个 explanation 的 supporting idea。所以呢，看不懂内容，至少也要知道他在告诉你说，这种熊它会给母亲背的原因，它的行为的原因是因为它要抵御天敌，就这么简单。OK，好，好，那接下来你看后面说什么？They are especially attracted to food-rich grasslands。
Although few type of grassland persist today o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is type of habitat was once widespread there. 我知道你在看这种高难度的题目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为什么突然会就是跳空？什么叫跳空？就是你会突然不知道这句话天外飞来一笔在干嘛？哦，为什么他要去提到？突然前面先讲说这种熊是靠凶、靠凶嘛，对不对？然后呢，靠就是跟别人打架，虚张声势来去做到防御、保护自己，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突然去讲到就是草原，然后有很多食物，然后为什么突然又要讲到说什么印度次大陆，然后突然又讲到说现在很少有草原，那以前曾经有草原？你在考试的时候可能会突然脑袋空下来，就觉得说现在是怎样？所以这句话是怎样？然后你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重新再看一遍，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很显示的告诉你，在我们课堂上的第一堂就跟大家讲过了，你看不懂需要重新看的句子，50%到60%以上的几率都是重看一次失败。那如果你与其重看，你还不如你先抓到大概念，这一段至少目前态度还没有换，他应该也是在去做刚刚这个 explanation 背后的 supporting idea 就可以了。好，就是你就算看不懂里面的内容，你就算不知道里面的连接，但你至少知道里面的语气有没有再去反驳前面嘛？你有没有换态度？这是你至少看得出来嘛？这个地方你看，它就是单纯的去讲事实，对不对？单纯的去讲陈述，它应该是没有转折，也没有在换态度的。所以你可以就算看不懂，你就是把它当成是哦，就是这一段这个背后的理由就好，不用去恐慌哦。你只要有恐慌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讲一件事，就是等一下会不会考到，又不一定考到哦。如果不考到的话，那我现在硬要把它搞懂，不就花时间了吗？对不对？哦，好，那如果等一下考到的话，我再回来看，也许有了后文的资讯，我再回来看比较容易搞懂，对吧？用这样的心态，好不好？好，这个我都是在讲，这都是我今天讲的实战的心态哦。哦，如果你给把这个文章给 AI 的话，它不会跟你讲这些策略，因为 AI 是对这种就是处理这种文章是小菜一碟，是全知全能，所以呢，他不会去理解人类遇到的困顿。可是我是考生出身，我知道你的困顿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要给你的是跟 AI 不一样的视角，这样子。OK，好，好，那我们看下一个，他说什么？Grass tends to support high density of tigers, which fight and sometimes kills those bears. 哦，所以大概有终于拉回来一点哦。所以他刚为什么要提草原？是因为他说草原就是可以养很多的老虎。然后老虎呢，就有可能会去对这种熊造成很大的威胁，对不对？然后这种熊它也会，就是它也会跟什么动物并存，会爬树的豹并存，对不对？然后呢，这种熊呢常常也会被就是河马或者是大象去追逐，然后这种动物也不是爬树，它就是直接把树推倒这样子，所以这几句话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资讯回来了。你会发现，你刚刚如果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卡一辈子吧。因为这句话本身你会觉得突然跳空，为什么要讲到草原？但是如果你没有当下去重读，你是继续顺着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原来是这样子。他讲到草原是为了带出后面讲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草原里面有很多它的天敌，有老虎，有会爬树的豹，然后又有就是会把树推倒的它的天敌犀牛跟大象。所以它背后暗示的意思应该是什么？它不能靠爬树来防御，对不对？它必须要靠正面对决来防御，对吧？好，所以这样子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到草原。OK，好，collect，然后你看他这边有帮你收整哦。Collectively, these factors probably selected against tree climbing as the defensive strategy for those bear cubs. OK，你看跟我们的预想是一样的，就是他不能爬树，他遇到的天敌都是会克他爬树的哦。所以呢，那他就只好正面对决，那就是所以他们就不会去选择什么，不会去选择爬树来当策略。好，because those bears are similar than brown and polar bears and are under great threat from dangerous animals。他们这个汉草比较小只一点呢、好，然后呢，他们受到的威胁又比较大，所以他们可能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更需要把他们的小孩带在身边。看到哈，although cup carrying may also be adaptive for M for raging。最后这个地方注意哦，来各位，你如果在文章的后面，文章的最后看到让步的语气，看到这种虽然的语气，请你记得，它不是真正的转折。如果是真正的转折，它不会放这么的后面，它会在刚刚我们看到前面文章至少一半以前的地方就会出现。这个我们上课有讲过嘛，对不对？好，
放在文章最后的转折，往往只是一个让步。这个让步的目的是为了让这篇文章看起来更客观。就是我前面虽然讲我自己的看法，但是我最后也要讲我的看法，其实也不是完全正确，其实也不是没有瑕疵，但是我有考虑到一些例外的状况，我有考虑到其他种可能。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放在最后的转折绝对不是作者的本意。如果他是认真要反对的话，他不会放最后面，因为认真的反对是值得认真的对待，他会后面会有很多的反驳的理由跟证据，对吧？好，那他就放在文章最后面，这个大家都要收摊了，好，节目都要收了，放在最后面这个地方又没办法去补什么证据，所以这个地方只是稍微的刚刚举起，轻轻放下。好，他与其说是反驳别人，与其说是推翻谁，还不如说他是希望能够引入不同的观点，来让读者更相信他的客观的那个写作价值，这样子。OK，所以最后这边讲说，尽管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抱小孩、背小孩这件事情，可能也是跟他们去吃蚂蚁也有一点关系，有可能啦。就是我刚刚虽然反驳说这个跟吃蚂蚁没什么关系，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一点关系。但是呢，我认为刚刚讲这个动作，其实我后面提出这个解释叫做躲避天敌，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你们看到？尽管我知道，我觉得可能不是，也是有点关系，但是我后面的这个第二个解释才是我认为的关键原因。这就是很确定作者在故意跟你讲，我也没有不同意你啊。好啦，老实说，其实你讲的也是有一点道理，可他其实不是真的要相信。他拉回来讲说你看我够客观哦，可是我还是讲说我的东西是好的哦，这样子。OK，好，好，那看完第二段之后，一样我们要维持刚刚讲的好习惯。这个好习惯就是想一个小标题，回顾一下第二段的架构。第二段的架构应该是有一个解释二，对不对？而这个解释二呢，它就是作者自己讲的，然后作者是认同这个解释二，对不对？然后在最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上课讲过的文章尾巴的局限的延伸段，局限让步的延伸段，对吧？然后如果我们要给它一句话的 subheading 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应该是要吓唬天敌，要就是躲避天敌这样子。OK，好，那我们现在看完文章喽。那你可以看到，刚刚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并不是在做主句的翻译。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刚刚做了什么重点。第一个重点叫做，我们看每一句话都要去注意这句话有没有可能会考任何相关联的细节。好，这个哪些题目会考哪些细节，跟哪些题型有关系，这个在我们的课程的第4章有帮你详细的整理。好，记得回去复习哦。OK，好，然后再来就是除了去注意它会关联哪些题目之外，我们也要去根据文章的资讯，根据这句话的资讯去猜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并且根据你猜的这个主题去预想下一个这个文章的重点是什么，然后遇到那个重点速度就要放慢。好，所以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我们的主轴就是做这2件事情。那中间你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有些地方突然讲的资讯太专业了看不懂，有些时候突然这个地方讲的东西天外飞来一笔，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当下重看把它看懂，你要做的事情是至少就知道他有没有换态度，如果没有换态度，那他就搞懂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可以了。因为看到后面有一个机会就是要么就是没有考到，那如果真的考到的话，在更后面的资讯，它可以把前面的资讯接在一起，对不对？好，就像我们今天去看一些这种长寿的连续剧、江湖剧，你突然漏了一集，你不会太难过，因为有可能再往后看下集、下集后面的资讯可以帮你把前面这个地方的资讯补回来了，对不对？这样的概念。OK，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题目的部分呢，我们今天有5道题目。好，来，首先我们先来看第1道题目。看题目的时候，跟大家提醒，Dustin 在上课的时候强调了几个重点。第一个，问句一定要仔细看。如果你有看过 Dustin 的影片，不管是哪一种科目，RC 啊、CR 啊、DI 啊，什么东西，你都会注意到 Dustin 的解题的方法。最大的解题关键是在解读问句。问句如果粗心乱解读，这道题就直接输一半，反之你就赢一半了。好，所以我们第一步是从解读问句开始。The author mentions
rhinoceroses and elephants primarily in order to 好，那这个在考试中它这边是有这个题目它是有 highlight 起来的，所以它不太会去它不太会浪费你定位的时间，它是有帮你直接 highlight 起来的。好，这个地方对吧？好，我们先解读这个问句的要求是什么？它是一道 GMAT 分类里面的 evaluation 的evaluation 这个题型里面的那个作用，就是 analysis 题目，我们又通常坊间俗称作用题、目的题。好，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对吧？好，作用题、目的题，我们的解题技巧不是说要把那句话的内容复现出来。作用题、目的题永远不是只定位那一句话，而是要去看那句话前文跟后文都接了什么东西，来去判断出作者到底写它的时候是想要给文章赋予什么样的角色。OK，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去看的时候就要注意喽。你如果只看这个地方没有意义，只看这边也没有意义。我们不是要知道它会把树推倒。OK，如果我们今天只看这一句话本身也没有意义，因为这句话本身来讲的是这个地方有老虎，这个地方有就是那个爬树的豹，这个地方有会推倒树的这个是大象跟犀牛。我们要看的是前一句话跟后一句话。OK，好，然后我们看前一句话说什么？前一句话跟你讲说，就像是其他两种熊一样，这种熊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少树。然后呢说曾经这个地方可能很多树，但是这个地方很多草原，但现在很少草原了，三金这边可能很多都是草原。然后草原就会带来一对天敌，还有的带来就是会推倒树的犀牛跟大象。好，接下来再看后一句话，他说合在一起这些因素，可能就是让这种熊它不会选择爬树作为策略的原因。好，那我们看完这三句话的资讯之后，回来去想，作者为什么要去提到犀牛跟大象呢？对不对？好，你会说提到犀牛跟大象的原因是因为这两种动物会推倒树吗？这个真的是文章的重点吗？并不是嘛。文章的重点不在乎说你其他动物有什么行为，文章的重点应该是在乎说，就是为什么你 slow bear 你要选择让妈妈带小孩，对不对？让背小孩这样子。所以呢，用这个点，用这个文章主题回来去思考的话，我们会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来，你们发现 Dustin 还没有进选项，对吧？这是我解题的另外一个特色。你看我所有的题型，除了解读问句很仔细之外，另外特色就是先不要去看选项，你先自己想出答案，这样子你在看选项才比较容易去筛选。OK，好，因为 GMAT 要考你的其实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而不是只是做题筛选的技巧。好，你会去看你的 OG 里面所有的 GMAT explanation，他们都会故意在 A、B、C 都有5个选项之外，前面的区块会给你一个破题的区块，告诉你在看选项之前你要有什么样的分析想法。OK，所以好的做题方式，高分者做题方式，比较多是，我们把所有的题目都当成问答题，假装5个选项，不存在，先独立的根据文章的资讯加上这个问句回答问题。你要做到这样子，你的 GMAT 才比较可能会有实时的进步。好，那我们看这个地方，我们的预想应该是什么？就是作者提到犀牛跟大象，它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说，这个地方不适合爬树防御，对不对？因为它会把树推倒嘛，所以呢，懒熊呢，它要防御的话，它不太可能爬树。这个概念对吧？好，它要连到作者的主题了。好，那我们先来看 A 选项说什么？作者去提出这个原因，是因为去解释为什么懒熊他去找食物是不成功的。好，来你看哦，这边到这边为止都没有错，的确是要去解释，的确解释也是跟懒熊的行为有关。但是呢，错的是出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解释的是防御的行为，而不是找食物的行为。Forage 是指觅食，所以这个选项它就是直接错掉。B 选项说，作者去提到这两个是为了要去指出天敌，到这边都没有错哦。That have had the most influence， 来这个地方就错掉了。来这边要注意，这就是我们上课第5章 Chapter 5讲混淆选项的时候，我们有讲到注意选项里的极端词。有极端词的选项不是必错，不是秒删，
但是呢，它很有可能是陷阱，所以你要注意。刚刚文章里面有去说谁的影响更大，谁的影响更小吗？没有，它只是说有犀牛、有大象会推倒树，可是没有说他们的影响是大还是小。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程度范围极端的混淆选项。OK，好，所以下次的教训就是遇到选项里有极端词的时候，不要无脑删，也不要无脑留，而是回去检查。OK，好，好，那再来 C 选项说什么？说作者去提这些东西，是因为告诉你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为什么不去爬树？哎，对到我们刚刚的预想，对不对？因为他们会把树推倒，所以呢，就爬树就没有效了嘛，对不对？所以对到我们的预想，所以呢，C 选项保留起来。OK，好。然后多选项说，作者去提到这两个动物是为了要去给你一些例子，说这个大陆上曾经有过的天地。好，如果按事实来讲，对，的确他们是这个大陆上曾经有过的天地，这是事实，没有错。但是这篇文章我们真的只是要去提到天敌吗？还是说这个天敌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要跟你讲为什么不爬树？那很明显的，我们刚刚说文章后面这一句 collectively，他就跟你讲，这些资讯不是说提完天敌就结束，这些天敌是作为因素告诉你为什么他们不爬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会说多选项是一个常见的作用题混淆选项。作用题就是最喜欢有一个选项直接复现这句话的内容。好，但是呢，它不是答案，因为我们要的不是那句话的内容，我们要的是这句话跟前后文乃至于整篇文章作者意图的连接。那杜水桥没有满足这个条件，尽管它可能在事实上是对的。OK，好，那一选项是什么？一选项说作者去提出犀牛哦跟就是大象的原因，是为了要去支持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叫做懒熊，它所受到的威胁比起其他动物还要大。OK，好，那但问题来了，就是这个地方在讲这段资讯的时候，他要去把懒熊跟其他动物去做比较啊，并没有，至少这一大段里面都没有去把这个地方就没有去做比较，对不对？OK，好，然后呢，到这边为止都没有做比较，有来做比较在什么地方？在后面这句话，但是呢，说威胁更大的原因并不是有这两个动物啊，威胁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它们的身体比较小，对不对？好，所以呢，威胁更大的原因是身体比较小，而不是因为有犀牛跟大象。好，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故意的专关里带的这样子。OK，如果你选到这个，代表说你的定位的范围不精准，你可能不小心多定。我们作用题就是严格前一句后一句就好了，不用去再跳两三句这样子，好不好？好，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C 选项。OK，好，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道题目哦。第二道题目说，下列何者若为真，则最可以去削弱这道题就是一个高难度里面常出现的，把 CR embed 嵌入进 RC 的里面的题型。好，何者可以去削弱的？作者在文章里面 highlight text 那一段里面的论点。嘿，好，好，我们来看一下 highlight text 就是这一段他在讲的什么东西，他的论点是什么？好，他说除此之外，懒熊 S 这种熊，它每天的这个活动的像范围啊，好，然后它的体型啊，然后呢它的这个移动的速度啊、距离啊，都跟另外一种熊叫做黑熊是差不多的，对不对？那作者就认为这代表说，如果黑熊你可以跟得上妈妈，那懒熊你也可以跟着妈妈，你不用去给人抱，对不对？你们的活动范围、你们的活动的这个就是体型，然后你们的活动速度都差不多，所以呢，理论上来讲，它能你也能，对吧？好，好，那我们在做这种削弱题的时候，就回到我们在上 CR 课程里面所讲到的观念了。你要找到的就是中间那个 CQ，中间那个 gap。谁说这些要素都一样就可以让我们有一样的表现？有没有没有提到的第四个要素，它会影响我最后的表现，对吧？好，比如说你们年纪也一样，性别也一样，身高也一样啊，为什么你就是比较聪明或不聪明？那谁说这三个一样就可以决定聪明不聪明？有没有可能有第四个原因？你没有考虑到，对吧？所以我们在考试的时候看到这种放在 RC 里面的 CRT，你也不用怕，就是用 CR 上课讲的方法，谁说就一定，你就可以快速的去找到中间的断点。好，所以这边我们的预想是什么？我们的预想是有没有可能有像这种
距离啊、范围啊、速度啊、体型啊之外的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我的耗能不耗能的那个走，就是那个就是需不需要因为耗能而给妈妈背这个原因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看 A 选项说什么？A 选项说，背小孩的这个行为，在其他的非食蚁的哺乳类动物也看得到。你可能会突然有点懵，觉得说是什么东西啊？来，我教你一个快速的排除方法。看论点的时候要注意论点的 framework，注意论点的架构，它有没有比较。如果今天你要证明或销售的那个结论是有比较的话，那你要选的选项也要是在这个比较的范围之内，否则就是无关比较。像这边这个论点的 framework 是什么？要去比较懒熊 S 这种熊，好，还有黑熊 Black Bear，它们之间为什么有同样的3个要素，但是却没有同样的行为结果，对不对？那你所给出的选项是不是也应该要在这个范围之内？你也是把黑熊跟蓝熊比较，看看他们有没有第4个原因影响了，对不对？可是你看，在 A 选项这边，它却没有把这2种熊来做比较，它是把其他种熊或者其他种动物拉起来，那这就是无关比较了。就算其他种动物有什么特色，那也无法影响到黑熊跟蓝熊，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比较的 framework 就有问题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A 国跟 B 国，结果你拉进一个 C 都 E 国，那没有意义啊，对不对？好，C 都 E 国怎么样都不会影响到 A 国跟 B 国的复比，这叫做我们常见的比较类型的混淆选项。那这个给你的教训就是，未来你遇到所有的 CRT，你如果发现结论里面有比较的话，你就是锁定这个 scope 在比较的范围里面，这样子。OK，好，好，那我们看 B 选项说什么？很多大型的食蚁兽它不被小，这个跟 A 选项也一样啊，就是我们没有要讨论食蚁兽，我们讨论这2种熊而已啦，对不对？好，然后 C 选项说什么？哦，有些时候懒熊的活动范围比黑熊小，哎，比较有对到，对不对？可是逻辑有对吗？如果今天活动范围比黑熊小，理论上来讲，那我耗能应该更少，那我更应该要独立出来走路，对不对？对吧？我活动的范围比你小，那我更不容易累，那我更应该要独立，而不是给妈妈背。所以这个 C 选项是方向相反。好，你看哦，基本的架构上2种熊的比较是有对到，提到一个新的因素也有对到，剩下就是去判断方向，方向是相反。好，当然如果你发现当下无法判断方向，比如说你真的有点不太清楚，说这个距离比较宽比较小，到底连到的是有关无关还是削弱？还是加强。如果你当下不太确定的话，你的反应不是直接删或直接选，你的反应应该是把它保留到第2轮，再回去看一下文章里面的逻辑方向。好，那很多同学会在这边犯的问题，我们上课有讲过，就是会为了这个 C 选项马上回去看一次文章，这个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会把你的做题速度拖得很慢，时间拖得很长，绝对不建议做这件事情。OK，好，好，那我们来看 D 选项。好，D 选项说，The locomotion of black bears is significantly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locomotion of slow bears. OK，他说，你看哦，第一个，它的比较的结构是对的，这是2种熊，对不对？第二个，他的确提出了一个原本没有想到的新因素，叫做耗能，对不对？好，那我们最后看这个因素的方向。如果今天黑熊的确是那个能量运用比较有效率的话，那就可以解释，就是我们虽然是同样的距离、同样的体型，可是呢，你比较有效率，所以你可能比较不容易累，对吧？那我比较很耗能比较没有效率，我就比较容易累，我就需要妈妈背。哦，所以这个方向应该是有对到的，我们把它保留起来。好，那在一选项说什么？说黑熊，哎，你看哦，比较的方向，黑熊跟这种 S 熊比较的这个 framework 是对的，也有提出一个新的要素，叫做栖息地的去形式，对不对？好，所以呢，新的要素有对到我们的预想，最后就是看方向。他说黑熊的栖息地形比起 S 这种熊更复杂。那如果地形更复杂，理论上来讲，黑熊应该更容易累，对不对？然后呢，S 这种熊应该更不容易累。那更不容易累的话，那理论上讲，你就更不需要妈妈背，对吧？地形更复杂、更多变的地方，更容易累，然后更需要妈妈去背。结果人家却很独立，就反而是你这个地形简单的地方需要妈妈背。那这个方向就跟 C 一样是相反的。所以最后这道题答案是独选项。那在考试的时候，当然你会遇到的问题是，由于这个故事内容实在是过于抽象了，
离我们的日常常识有点远，所以你有可能来看到 C 读 E 的时候，你只是判断知道说它是在范围之内，它要提出新因素，但你无法当下去判断方向，那没有关系，你就把 C 读 E 保留到第二轮，再回去重新思考，好不好？好，不要急着在第一轮做决定，OK？好，也不要急着在第一轮就为了这个选项回去看一次文章，这样只会让你的做题节奏会变得很乱。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题的部分。好，第三题的部分说，下列何者在文章里面是被提到的？来，各位注意哦，审题的时候要看清楚，有两种细节题，一种细节叫 supporting idea，他问的就像这个地方一样，就是直接去问你文章曾经讲过什么，不准你有任何的额外组合推论都不行。另外一种细节题叫做 inference，他问你，我们根据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应该说可以 it can be inferred，我们可以推论出下列何者或者是问你说，那文章里面的资讯告诉我们，作者最有可能会同意什么，作者最有可能会讲什么，是最有可能的语气，就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讲过，可是他逻辑上应该会这样讲。好，那你要确实的从问句分清楚这两种题型，因为如果是 supporting idea，你是完全不能加油添醋。好，有几分证据，文章说什么就是几分话。好像这个就是标准的 supporting idea。下列何者在文章中被提到 as the way in which brown bears and sloth bears are similar？ 好，这两种动物它们是相似的。棕熊跟懒熊是哪里像？好，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就要回去找棕熊跟懒熊同时出现的地方嘛，对不对？好，第一段有吗？第一段这边好像没有去提到棕熊跟懒熊的比较，对不对？好，那 brown bear 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如果你用 sloth bear 来定的话很难啦，因为 sloth bear 全篇文章都有嘛，对不对？对吧？那我们用 brown bear 来定比较好。好，所以 brown bear 来定的话呢，我们整篇文章快速的去扫，好，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开始。他说，就像是棕熊一样 s l o w s b e a r 它很凶，对不对？很凶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这句话本身它应该不是比较嘛，对不对？它只是单纯的讲还有牙齿，所以这就不算我们的比较。好，然后呢，这句话本身又是比较了。就是 brown bear 跟 s l o w s b e a r 一样，他们都在没有什么树的环境下演化，对吧？好，这边就不要做任何推论哦。不要说什么因为很凶，所以呢喜欢打架然后因为没有树，所以他们不能爬树。你不应该在这个题目里面做任何的后续推论，因为它就只是单纯问你文章提到了什么。OK，这边同学最有可能犯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觉得说我就可以多推一点，多推一点。没有，题目要问什么，他问的就是文章提到什么东西，就这样。你不要鸡婆，OK，你不要多事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的回答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很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少数的环境之下，对不对？好，那我们看 A 选项，他说什么？对啊，他们被激怒的时候倾向变得有侵略性，变凶。有对到，保留起来。好，然后第二个，只他们只住在，来你看这个地方，只住在没有树的环境。好，好像也有对到，我们把它保留起来。好，没什么树嘛，对不对？好，那 C 选项说他们呢会被什么样的动物捕食？会爬树的跟会把树推倒的动物捕食。也许后面文章有讲到，可是呢，刚刚那个地方它就是没有在比较所提到，所以呢没有提到你就不要来乱吹了，好不好？好，D 选项他们没有效率，那刚刚的比较哪有讲效不效率？不要另外去推。好，文章没有讲就是没有讲。他们都有大的犬齿，可是这个呢，在文章里面，他刚刚虽然有讲到，看他讲的部分其实只有讲到是 S 这种熊是有的，他没有讲说 like brown bears 它有犬齿，所以呢，这个地方它就是只有一种熊有，另外一种熊不知道有没有，它也不是比较。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回来，根据我们刚刚的预想筛取了一个删掉了剩下 A 跟 B 嘛，一个是预想是很凶嘛，这对到 A 选项；另外一种预想是没有数嘛，对到 B 选项。我们就回到第二轮。那第二轮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上课有讲过，混淆选项注意范围跟极端词，对不对？A 选项有没有极端词？没什么极端词。B 选项这个地方的极端词是 exclusively，意思是 only 的意思，只在什么地方？
只在没有树的地方去住。好，那我们看一下文章里面讲到这个居住的环境没有树的时候呢，有没有讲他其他地方就不去住，他只住在无树，他没有这样讲。他说 Stillsbury 可能曾经在没有什么树的环境之下进化，对吧？那请问，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推出他不会住在其他地方吗？没办法，他有可能这边住，他也可能在别的地方住啊。所以你不能限制他只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上课讲混淆选项范围过度的收窄。OK，好，那所以你看到我们上课是不是有讲过说，第一轮我们用预想来筛，不用去想这种词，对不对？但是第二轮该做就是要做。好，第一轮你不用去想去抓这个字什么极端词什么词，一个一个抠，你第一轮是不用想这件事情。但是第二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去留意了，好不好？哦，第二轮就是要去抠这种细部的字眼，这样子。OK，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目。好，这道题答案应该是 A 选项。好，这个地方错是因为 exclusive 太全面、太绝对了，文章里面没有说只会住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看下一个第四题。第四题说，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了，来有没有注意到，还用的是现在简单，他不是说未来会提到或可能会提到，他用的就是提到。啊，作者提到下面哪一个是在文章里面当成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去支持一个想法，叫做带小孩这件事情是用来作为防御天敌的？好，注意哦，这个地方要的是证据哦，他要的不是推论哦。证据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的是事实，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哪里是证据。好，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OK，这个地方它就是它的观点，它不是证据嘛，它本身就是一个结论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讲了好多好多东西，可是这边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碰触到这个论点本身，它都只是在做一些铺陈嘛，对不对？哦，说他们生长的环境，就是没什么树，然后呢，天敌又比较凶，然后呢，他们又有身上符合打下的条件，对不对？然后呢，到这边为止，都还是在论证说，有没有看到这一大段说没树的地方没什么树，然后呢，就是又有很多会克制爬树的这个动物，到这边为止，他都在讲说它不适合爬树，可是他没有讲说适合抵御天敌，对吧？所以真正讲说用这个用带小孩的行为来抵御天敌的，其实是哪里？其实是这一段。Because slow bears are smaller than brown and polar bears and are under greater threat from dangerous animals, they may have adopted extra precaution of carrying their cubs. OK，好，然后到这边就可以看到，他真的是开始在证明，要去讲说，他们可能是用这种行为来去抵御天敌，对不对？可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不是猜测，我们要的是证据。这句话里面有证据吗？好像没什么证据。真正的证据是在最后这一段。你看，他说他们的行为就是当看到危险的时候，小孩就会直接跳到妈妈背上。那这个证明说，其实天敌才是真正刺激他们有这种行为的因素。好，所以我们回来去想的预想就是什么？文章里面用什么样的证据证明天敌才是刺激这个行为的因素呢？应该是刚刚文章最后给出的那个证据，就是一看到危险，小孩就会马上跳到妈妈背上，这样子。OK，好，好，那我们来看哦，A 选项说懒熊比其他动物更被动，它在文章里有出现吗？它是文章里给的证据吗？不是，对吧？所以呢，它就完全是没有提到的，可以把它排除掉了。再来，the age at which those bear cubs can defend themselves from predators，他们几岁可以防御？文章也没有提到，它也不是文章讲到的证据。不要，supporting identity 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且枯燥，就是文章没有提到，你也不用去乱想。好，所以我才说预想很重要，你的预想够精确，你看这些选项都可以咻咻的看过去。好，C 选项说背小孩不适合觅食，这个文章也没有提到啊。D 选项说什么？those bear cubs 小孩的行为，当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所展现的行为，这就是对到我们刚刚的预想嘛。他们遇到危险就立刻跳到妈妈背上，所以就证明了他们背小孩这件事是为了危险不危险相关的，所以把它保留起来。D 选项说，因为他们在移动的时候没什么效率，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证据又不是这样，没有讲到移动，对不对？所以这道题其实没什么悬念，只要你有预想的话，答案就会是选到多选项。但是我来跟你讲，如果你没有预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哦，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同学有两个坏习惯啊，一个是不预想，一个是不定位哦，不定位也很严重啊，就是也没有更严重，就这两个都很严重。好，不定位更严重。很多我在看同学成绩单的时候，就每次都跟大家讲说，你这个做题都太快了吧，你这是不是没有定位？好，都被我抓到。GMAT 的题目不像是你过去做过其他考试的阅读测验题，其他考试的阅读测验题有可能选项会给你文章里面完全没有去提到的资讯，所以你看上去你就会觉得这就一眼就不是答案。好，但是 GMAT 的考试设计师，就算是错误的选项，他也会故意的把文章里面其他段曾经提到的资讯放进来。像这个地方呢，这其实是文章里面第一段解释一的资讯。像这个地方呢，这其实也是在文章里面第一段讲说就是湿蚂蚁的资讯。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回去定位，你没有去用自己的思考做拟答，你只是用你自己的模糊单字、印象、关键字来去做选项的话，你就是等于说真的是在玩火自杀。因为 GMAT 要考的就是逻辑，不是要考你的这个单字记忆力哦，所以他要你看到你用了推理，他就故意设计这种概念。OK，好，我们来看第5道题，最后一道题。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好，那当然我们就要回想一下我们的架构了嘛。好，如果你前面有来做架构，这题就是送分题了。文章一开始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行为，就是会背小孩，然后是提出了一个解释，叫做跟觅食效率有关系。接下来就说不太对，反驳他。好，然后呢，最后提出了接下来作者提出第二个解释叫防御，然后呢，作者详细的去论述，最后用证据去支持了防御这个解释。OK，好，那你有了这个预想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选项。第一个，去追溯 Slow Spear 的某个行为的发展的过程。来，这个选项后面这边都是对的，的确是某个行为也是 slow beer，但前面的资讯错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追溯历史的话，追溯发展的话，它应该会写的像是编年史的概念，像演化史的概念。比如说几万年前有这个动作，再过了几万年又有另外一个发展，再过了几万年又有另外发展，这叫做 development。好，所以你可以记得，以后只要你看到写成 trace development 这个文章的形式就会是以像是编年编那个形式一样，用时间顺序一块一块的讲。但这篇文章很明显，它不强调时间先后顺序，它强调的是行为背后的理由跟动机。所以我们要的不是那个时间顺序的 development。好，所以 A 选项被我们排除掉。B 选项说去探讨懒熊 S 这种熊某一个行为的可能的原因。哎，对到对不对？我们刚刚不是文章的每个论点来讲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嘛，对不对？而且的确是有好几个论点、好几个解释，所以 B 选项被我们保留起来。好，虽然它没有语气上没有写反驳谁支持谁，可是至少你可以看到文章里面的这个 explore，它的语气是中性的，你可以支持，你也可以反驳，你就是都可以用 explore，对吧？好，我们把它保留起来。C 选项说去比较懒熊的防御策略跟其他熊的防御策略。好，然后我们当然是可以看到文章里面的确是有比较，对不对？可是你可以发现那个比较它其实只是铺陈，对吧？好，我们这些比较都不是真的是要去做比较，我们是这些比较最后都是要干嘛？收整起来，告诉你说，那为什么懒熊会做这个行为？所以这篇文章的主轴，我们刚刚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我们要做的不是说去比较，对不对？我们是要做的是去探讨这个行为为什么会发生，而不是要去做跨物种的比较。虽然它文章里面内容的确是有在做比较，可它的比较目的是为了要去回来解释这个行为，所以 C 选项被我们排除掉。好，那如果你误选 C 的话，代表一件事，代表你做题习惯上你很容易没有层次感之分。因为文章里的比较是有出现，但是这个比较的层次它是在很下面的，就是说它是用来去支持某一个观点才会用到比较，但它不是观点的主要内容。如果你选到 C，代表说你的判断主旨你用的是篇幅大小，而不是用的是文章的逻辑层次。因为这篇文章的确讲比较的资讯，它在文章里占了大部分，这么一大段都来做比较，但是它在资讯层级上是非常低的。这么一大段的这个资讯都只是在干嘛？都只是在呃，就是支持作者想要支持的论点，但这个论点本身不是比较，这个论点本身是他为什么有这个行为。
你就是等于说把叶子当成树干，叶子看到的面积很茂盛，它终究是叶子，树干才是重要的东西，好不好？OK，好，所以如果你选错这个选项，你就要回去复习我们上课的第2章，就是架构式的阅读，不要只是用篇幅关键词来阅读，而是要去考虑到文章里面资讯与资讯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子。OK，好，那再来一选项说什么？一选项说去提供一个替代解释。哦，这个可以理解，可以啊。好，然后呢，这个地方说，就是对于某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提出替代解释，然后这个解释是针对某种生物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性，这个可以，我逻辑都可以 OK，没有问题。好，来，那这个时候一选项也会保留。那第2轮我们要做什么？找极端词。这边有没有什么极端词？没什么极端词。这边的极端词是什么？大部分被同意的。范围大部分同意的。那我们看文章里面有没有说那个旧解释是大部分被同意的？文章里面的旧解释在这个地方，它只讲了 one explanation， 是其中一种解释，它还没有说这个是主流解释、大众解释、全部人都认同的解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的程度被推到极端了。所以这个选项也会在第2轮被我们删掉。最后这道题答案是 B 选项。OK，好，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影片示范就让大家看，我们是如何用上课讲的方法来去在实战中做到每一个技术的细节，并且遇到困难的实际压力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去做出好的决策，以及如果你在解题中犯了哪些特定的问题，连接到平常的练习，你要去复习讲义的哪些章节，然后你要去做什么对应的训练，才能让你的 RC 有实质的提升。好，那这边跟大家更新一下，就是说，我的网站呢现在比较特别了，给大家看一下。我做2个改善了第一个就是我有在每个页面上都有加上了 AI 助教，所以呢，你在那个页面看完之后，你可以按下 AI 助教，它会跟你去做对话。OK，哦，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呢，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我的每个页面里面呢，我都有放上就是 QA，好，下面这个 QA，好，方便你去整理，就是你所看到的、你所学习到的资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地方我也开始支援了不同的那个语言。OK，所以如果你有外国的朋友想要考 GMAT，也欢迎他来参考这个网站，这样子。好，就是我最近做了一些大改变。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网站呢，也有一个这个子栏目。那这个子栏目呢是 GMAT 知识库，就是我另外去做了一个系统性，就是我原本那个是部落格嘛，对不对？原本是部落格，然后呢，这个原本的部落格它是就是一篇一篇的文章，那我现在是另外弄成一个像系统性学习的部分，这边一样有3种语言。然后呢，这里面每个部分都有我过去所有的影片跟过去所有的知识，都把它整理在一起。好，欢迎大家多多使用。它的网址叫做 knowledge.dustin.gmail.com。那如果你要做的是模考的话呢，你要做的是做题的，然后你想要看到 Dustin 的亲自解释呢，就是 AI 模拟 Dustin 的解释，你可以到 PDT Learning 这个地方。OK，好，这个就是目前的，就是我给大家的最完整的备考资源。好，传统的部落格已经加上了多种语言，以及就是 AI 的助教。知识库的学校，然后另外有一个系统化的知识库的学习，叫做 knowledge.dustin.gmail.com。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有大量的模拟题目的 Dustin 自创的模考网站，欢迎大家使用，好不好？好，那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喽。好，那很开心，就是跟大家今天有机会可以在线上相聚。好，那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带给你更多的资讯。好，下一次我预计要讲的应该是TPA 这样子。OK，好，那先这样喽，各位，那请大家赶快去准备吧。好，祝各位备考顺利，拜拜。